一定是还没睡醒，不是做梦，竟然也能遇见你。想要陪你东道西，闹你生气我就开心。哼哼，这几百年的修行，一定是上天安排遇见你。想要和你演一次新白娘子的传奇。我学会了牵手，陪在你身后，默默的守候，把你看够，陪你把安婆，一起蘸药末，大碗喝酒，一起大口吃肉，我们一起出生入死，面对险境困难，为我不顾一切，需要你的陪伴，希望时间倒转，虽然一切好难，只想每天清晨对你说一声早安。原谅我的古灵精怪，惹得你苦恼还在无理取闹。世界那么的纷扰，只想对着你说，此生有你真好。你觉得我在胡说，全是我是胡说，这是我的执着。如何能不想你？怎么能不爱你？你的一切都那么的在意。你觉得我在胡说，却是我是胡说，这是我的承诺。就算我会迷路，就算习惯孤独，只要有你携手江湖，愿意为你吃苦。学会了牵手，陪在你身后，默默的守候，把你看够，陪你把安婆，一起蘸药末，大碗喝酒，一起大口吃肉，我们一起出生入死，面对险境困难，为我不顾一切，需要你的陪伴，希望时间倒转，虽然一切好难，只想每天清晨对你说一声早安。到底是谁杀了安娘？去找望远峰。两位请。
也是个性情中人，死个病人都难过成这个样子。医者父母心嘛，也算人之常情。童强，查到了什么？薛子君又送来一些安娘的遗物，我们在一件晾干的衣服里发现了这个。看这纸质像是药方啊，但是都……这不会就是沈大夫开的吧？唉。元丰，怎么了？啊，字迹显出来了。初九，沈燕在骗人。我早该想到的，一刀毙命，刀口整齐，就是这位副科上手的手笔。这些，你要怎么解释？我们从你家里搜出了杀安娘的凶器，刀口和安娘身上的伤口完全一致。你怎么说？没错，人就是我杀的，但是他罪有应得。要怪就怪你们官府办事不力。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那个贱人早就该死了。你可以从头把你的故事跟我们说吗5年前，东阳县的安家茶庄，
当时还是薛子俊在打理，可薛子俊那混蛋根本就不是块做生意的料，他进了一批有毒的茶叶。后来客人们闹到了茶庄，直接导致茶庄倒闭，而我娘就是带头闹事的。给个说法呀！对呀，大家冷静，不要冲动，听我说呀！大家冷静啊！给我走！你给我让开！这毒茶叶就是从你们这儿买的啊！你胡说八道，敢诬陷我相公！你们都看看，怎么回事？这是啊！你娘！后来我娘在家中遭人杀害。当我赶到的时候，一言不合就把我娘杀了。我本来在想，我怎么样把这贱人一点一点给折磨死，为我娘报仇。可初九那天，她跟我说，她丈夫在外面有别的女人，她就离开了。我怎么可能让她离开呢？我就悄悄地跟着，直到把她打晕，然后一刀，直到把她捅死。你们知道那种感觉吗？不，你们不会懂，因为你们没有经历过我的痛苦。你们知道我这些年过的是什么日子吗？啊？看看，我用双手接过无数的新生命，而我自己呢？我自己真的好想去死啊！不过，好了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。娘，孩儿为你报仇了。就算到了九泉之下，孩儿也有脸去见你了。
其实我来是想问问您，就是您丈夫在之前有没有见过什么人，或者是不是受了别人的误导？绝不可能。你是不了解我夫君，婆婆的死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。我刚认识他那会儿，他整个人就跟行尸走肉一般，后来才慢慢好起来。可就算好起来了，他也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报仇。说句不中听的，我甚至……你先说。我之前想错了，安娘没有杀沈夫人，因为铁壁有了安娘不在场的证明。5年前我得知子俊成亲的消息，如受晴天霹雳。我一定要见见这个让子俊移情别恋的人。于是我约了安娘在酒楼见面，7月17酉时，这个时辰我绝对不会记错的。那天安娘准时的出现，我远远的看着她，就知道子俊一定不会爱上这样的女人，他一定有苦衷。于是我就默默离开了，并没有跟他说上话。可沈夫人也是在7月17日酉时死的。沈燕曾说过，那天安娘因为毒茶叶的事情去找过沈夫人，但这一定发生在酉时前。也就是说，安娘离开之后，真正的杀人凶手才来到沈家，杀了沈夫人。看来沈燕这次真的是看错人了。不，人是不会认错杀死自己至亲之人的。不过现在的疑问是，沈燕和青云他们到底成亲多久了？好像是4年了，但孩子已经5岁了，说明他们在婚前就暗度陈仓。但这跟案子有什么关系？这当然有关系了。问题是青云说他是在沈夫人死了之后才认识沈燕的，可是你怎么算，这时间不过就4年。我刚认识他那会儿，他整个人就跟行尸走肉一般，后来才慢慢好起来。青云在撒谎。铁壁，你立刻去联系东阳县衙门的人，把青云还有沈燕的户籍资料调出来。好。我再说一遍，是安娘杀了我娘，她该死！证据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你的眼前。你看到安娘杀人的时候，她已经离开沈家了，不是吗？难道她会分身术不成？现在事情的真相就是，你被人误导，杀错了人。我没有。你们为什么对这案子穷追不舍？我已经承认是我杀了安娘了，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不要这么激动。我没有被误导，反而是你。你到底受了谁的误导？非要查这案子？本来我也只是猜测，但看到你这么激动的反应，反而让我想明白了一些事。你不愿意承认被误导，因为误导你的人正是你的妻子青云。你们结婚4年，但孩子已经5岁。根据东阳县户籍显示，在你之前，青云还有过一任丈夫。也就是说，你在青云双居期间就已经跟他有了私情。那又如何？那个人早死了。我和青云是真心相爱的，但她毕竟是个寡妇，跟你幽会的事被传出去会受到大家的责备。所以你做这件事情只有一种可能：当年看到凶手侧影的，并不是你，而是青云。你为了保护他，怕他被责难，干脆声称是自己看到的杀人凶手。救命啊！来人呐！凶手从这儿出去了！娘！事后你意外地碰上了安娘，根据青云的描述，身材高大，脸带胎记，你第一时间就怀疑上了安娘。此事让你辗转反侧，夜不能寐。于是你向青云求证，而他也给了你想要的答案。
由此你确定安娘就是凶手，最终你杀死了她。不会的，就算是青云看到的，那他也不会看错的。其实这并不是看不看错的问题，而是到底是谁杀了你的母亲？哎，少爷，我来，少爷。哎，少爷，刚才路边有一乞丐，他让我给你的信。乞丐啊。小翠姑娘好，小翠姑娘好。这都是给我的呀。公子吩咐了，姑娘喜欢什么可以随便挑。晚上镇守边关的顾大将军，还有秦越县的新科状元赵公子，县城首富陈员外都要来。姑娘今天可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现在他们面前。这都是谁呀？我都不认识，我不去。怎么样？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元芳，你来了，我正要去找你。我们从东阳县起出了沈夫人的骸骨，果然像你所说的，左侧第3颗牙被崩断了。但是光凭这一点，还是无法将青云定罪。我有办法。啊！大老虎咬人了！咬它，咬它！来咬我！啊！你们又来做什么？咬，咬他，咬你娘！娘！哎呀，你这孩子！哎，我们出去玩好不好？走吧。那老虎咬人真挺疼的，你手没事吧？我看一看。哟，都出血了。哎，不过还好没事。这个跟这个牙印挺像的，但是这个不是今天咬的吧？你们什么意思？其实没什么意思。刚才老虎上的牙是我根据沈夫人的牙齿印倒的模。你手上今天的伤跟之前的那个伤牙齿印是一模一样的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5年前，你与沈燕相恋，但因为你是寡妇的关系，沈夫人迟迟不让你进门。有一天，你趁安娘离开家里之后，把沈夫人给杀了。可是沈燕突然回来了，你也来不及去掩藏尸体，所以你就突然之间想到捏造一个新的凶手，就是那个身形高大、脸上有胎记的人。救命啊！来人呐！青云，怎么了？凶手从这边出去了。娘！娘！沈燕非但对你没有一丝怀疑，还为了掩盖你们的私情，向官府说她才是真正的目击证人。然而，这个莫须有的凶手任谁也找不到。但你没有想到，沈燕对他母亲的死执念那么深。搬了家，开了医馆，4年过去了，他还想着为他母亲报仇。
当你们在医馆遇见了跟你描述一致的安娘的时候，你就起了鬼主意。当然，更巧的是，安娘之前确实跟沈夫人有过争执啊。我太爱夫君了，我不想看到他受苦。然而你却没有勇气告诉沈燕，你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。你想过没有，这安娘何其无辜啊！当年在夫君和婆婆之间，我没得选；如今在夫君和安娘之间，我一样没得选。他因为你杀错了一个人，自己也要被送上法场，这种能叫爱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那个人告诉我，只要在心中埋下怀疑的种子，人们就会把错的当成对的。夫君原本也不完全相信安娘就是凶手，可是在我的引导之下，他相信了。那个人说，牺牲一个本就了无生趣的安娘，可以解我父亲心中郁结，还我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你说的那个人，他是谁？你们找不到他的，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人。我什么都没说，我什么都没说，我没有说，我什么都没有说，没有说，没有，没有说，没有。哎，谢殿下，谢殿下。听说殿下最近新收了一位貌比天仙的可人儿，不知末将可否有眼福一睹真容啊？小翠姑娘到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小翠，任公子，任公子，小翠，你今天实在是太美了。恭喜殿下得遇佳人，比翼连枝啊！殿下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姑娘还不知道，您身边的这位可是当朝的升平太子啊！太子？诶，这位小翠姑娘，怎么看着这么面熟啊？哦，对呀，她不就是之前蛊惑全城的狐狸精吗？是啊，我看着也像。你们在胡说什么？不是，我不是。你们是不是疯了？这可是要当太子妃的女人。对不起，殿下，是我喝多了，我酒后失言，我张嘴。我也张嘴。张嘴。你们别。算了，只此一次，莫再多言。是。你见谅。小翠，大哥，我找我妻子，我找我妻子，你让我进去好不好？别闹了，快点，我找我妻子，烦死了。你要见她吗？元丰，平生，你是我兄弟，小翠是我妻子。我想呢，如果我们有什么矛盾，我还是跟她回去聊比较好。她老待在你家，说起来也不好。小翠，我知道那字是你写的，药方也是你让他显形的。如果你还生我的气，
有什么事，咱们回家聊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药方字条的，我不知道。你听我说，如果你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你告诉我。我来自另一个星球，和你相遇在这星空，却在错的时候相拥，不知不觉爱得很浓。你说很怕我会远走，不去跟我到外太空，如今你却先说要走。你们人妖结合，有违天道啊！如果你再不能变成人，还执意待在他身边，王元丰他轻则解受10年，重则立即遇难呐！好了，回家吧，好不好？回家了，好吧？好了，不生气了，回家。看见你疼痛的彩虹，却走不进你的宇宙。我们活在不同星球。你赶紧走吧，就当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，缘分尽了。王元丰，我也跟你说一句话，如果你当真想让小翠留在你身边的话，你就得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。否则你凭什么证明你比我更值得让他选择？原谅我太晚到地球，无法带你逃出黑洞，如今只能各自承受分隔2个星球的痛。原以为今生会相守，只原来是爱得很久。美丽的事不再倒流，却永远活在我心中。我会在遥远的星球守候，我一无所求，只愿你能笑着走。看见你天空的彩虹，却走不进你的宇宙。我们活在不同时空。你呀，我会在遥远的星球守候，不需要
理由。愿你幸福到最后，就算我永远走不到你的身边，和你牵手，你快乐就够。我会在遥远的星球守候最美的以后，只是我幻想的梦。宇宙里最温暖的手，我却没有办法牵走。我配不上你的温柔。我会在遥远的星球守候，就算没以后，也没想过要出走，因为我还是找不到离开不爱你的理由。唉，又在想元丰啊？你不该那么说他，无论他在做什么，我跟他也是不可能的。是吗？那你住在这里，不就是为了激励他，让他重振家业吗？我……唉，你费了这么多心思，只是为了对他好。从这点上来想，我真是羡慕、嫉妒、恨呐。对不起，殿下，我不该如此利用你，挑拨你们兄弟情谊。这算什么话？为美人插兄弟两刀是天经地义。你若真的有罪，罪在倾国。殿下，你喝多了。没有。对了，我晚上还没有吃饭呢，肚子很饿。说你会陪我的，说你曾经为了我而哭过，说没我会寂寞的，说你也会为了我而执着，不管前世今生碧落黄泉，只为能再多看你一眼。经过你我厮守无痕，今日君已陌路，我还在等着你，让记忆不再哭。我假装不管前世今生
想。